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观察站。这期视频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刚刚发生的两个重磅的新闻。首先是特斯拉这边公布了它23年 Q1 季度的产量和交付量，我们来对它的数据进行一个解读。第二是今天欧佩克加这边突然意外的宣布了一个石油的减产计划，可能会打崩股市啊，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来说特斯拉这边啊，它 Q1 季度全球总共是生产了44万辆车，然后是交付了42万3千辆。那这个交付量又是创下了一个季度的新高啊，然后它环比呢是增长了4%，同比是增长了36%。那关于与这个华尔街预期的一个对比啊，这个不同网站是有一些分歧啊，像有一些网站像是路透社这边，它报道说是不及分析师平均预期的43万辆，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网站说是略微的超出了市场预期。那怎么来理解这么一个数据啊？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那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个特斯拉在今年开年以后，全球范围内对它的车型进行了大规模的降价啊，比如说它单车的降价幅度达到10%几，甚至有20%。而且再叠加像是美国这边还有一个税收减免的优惠啊，最高能达到7500美元。在这么大的这种降价优惠的力度之下，它的交付量环比仅仅增长了4%，说明它降价的效果非常不好，而同时呢又会使得它的这个毛利润大受打击。但是大家同时要注意的是啊，至少对于特斯拉来说 ，Q1 季度往往是一年的一个淡季，它的这个交付量的环比增长往往不会特别的高啊。我们从历史数据来做一下对比就能明白啊，它19年的 Q4 到20年的 Q1，它环比是下降的。20年到21年以及21年到22年同期的这个环比都是持平的。那这样对比来看的话，今年 Q1 季度的这个环比4%的增长还是有所进步的。那除去这个之外在这个降价幅度方面，其实在过去的第4季度，特斯拉在全球车辆的销售中，其实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优惠的，所以它的这个实际的车辆的降价幅度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所以综合以上来说环比的4%的增长，我个人认为也还是 OK 的。那它同比 Q1 交付增长了36%，这个我认为是很优秀的一个成绩啊。像特斯拉在今年年初对它23年全年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目标是37%的一个增长，折合是180万辆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已经说过Q1 是它每年的一个淡季那我们把这个 Q1 的44万辆乘以4的话，就已经能够接近180万辆了那它在后半年稍微一发力，这个产量和交付量突破180万辆，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轻松的。那特斯拉是一个成长股它的这个股价跟估值跟它的这个增长幅度、增长速度是有很大关系的。那以目前的股价来计算，特斯拉在2023年的 forward PE 是52倍，2024年的 forward PE 是37倍。那我们假设它在今年交付量能够取得一个40%的一个增长那考虑到它的这个车辆的降价 ，EPS 的增长会有所降低。那这样来看，其实我认为它目前的这个 forward PE 或者股价来说也不能算贵因为一方面这个大家愿意给它提供一些溢价，另一方面它除了电动车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高速增长的业务，比如说它的储能业务这个会对它 EPS 的增长做出一些额外的贡献和提升。然后来说一说石油和能源股这边今天沙特和其他欧佩克加的国家是突然宣布要进行自愿的减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减产数量沙特这边是要每天减产50万桶，从5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然后俄罗斯这边也是宣布要把它50万桶每天的这个减产计划延长到今年的年底本来是到5月份的。那这两个国家是减产量最大的国家除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阿联酋这边要减产14万桶，科威特要减产13万桶，伊拉克要减产21万桶，另外阿曼和安哥拉这边分别要减产4万桶和5万桶。那把它们都加起来大概欧佩克加这一轮自愿减产的规模是在150万桶每天。那这个150万桶每天是什么概念呢？2022年全球的石油的需求大概是接近1亿桶每天，那这个150万桶大概就是1.5%看起来这个比例不算很大，但是它对于全球油价以及股市的一个影响可能会更大。那沙特的能源大臣今天出来表态，说是欧佩克加的这一次自愿减产是为了维持全球能源市场的一个稳定。
那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跟大家聊能源股的时候，就明确的说过，欧佩克这边是不希望油价大跌的哈，他们的目标是将油价维持在70到80美元每桶之间。那这一次减产会对未来的油价和股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每天的能源的消费量大概占到全球的1/5，所以这次的这个事件对于它的影响显然是更加的明显。那从直观上来说减产意味着供应量的减少。那在短期内需求不会发生大规模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油价上升的可能性更大。那如果油价上升，天然气的价格走高，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肯定来是不利的这是不是会加强对于加息的这个预期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美国的股市来说就无疑是一个打击。唯一的一个例外是能源股这边在之前3月份的时候，我之前视频中讲过，股神巴菲特是大举的又加仓了西方石油，然后我之前也是建仓加仓了这个戴文能源，而且还加了一点恩桥。那最近这几天这个油价反弹之后，戴文能源的股价又是出现了不错的回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从中长期来说的话，油价的走势就跟供应和需求的一个相对关系来决定的如果油价上涨导致美国进一步的加息来压低通胀的话，可能会使得美国的这个经济进一步的衰退，那从而又会使得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弱，使得油价承压。所以呢，我个人对于中期来说还是不看好这个油价再会回到100美元以上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看法，就是油价会在70到80美元每桶之间，甚至更大的幅度之间进行宽幅的震荡。好，那本期视频呢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的收看收听。如果您对我视频的内容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在更新视频的第一时间你就能够得到通知。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